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陕西的乾县，大家看看周边的环境，我又来到了野外了。今天我们是来看一座帝王陵，它是唐关中18陵最后一座帝陵，也是唐王朝在陕西的最后一座帝陵，同时呢，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在陕西的最后一座帝陵，也是我们国家唯一挖掘的唐代帝王陵，它就是唐僖宗李轩的晋陵。现在我们准备去这个陵墓的起点看一看，在当年这一块时时刻刻都有人守卫着。后面唐王朝灭亡了之后，这里呢就肯定没有人守卫了，剩下一些残存的石刻，特别是在五代十国，这个陵墓啊是屡次遭到破坏。前方一点呢就是陵墓的神道起点，那些华表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在远处啊就是乾县，唐关中18陵两座帝陵是在乾县，一座呢是我们今天看的唐晋陵，这个皇帝呢是叫做李轩，另外一座就是唐高宗和武则的乾陵，就在远处啊。站在这个唐晋陵这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，两者的距离大概是5公里。我们经常会说，武则天的乾陵仿佛像一个女人躺在大地上面，在这座陵墓看那个是清清楚楚啊，确实是很像。那个是头部，那这个是乳峰，完全是一个人躺在这里。据说当时把这座梁山弄为武则天和唐高宗的陵墓，就是说可以说有利于女主，有利于女人，从而选择这个地方。那个是梁山主峰，我们之前也去过，它的地宫啊就在半山腰。唐朝的陵墓大部分呢是因山为陵，你像武则天的、李世民的，包括后面很多都是因山为陵。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座呢，是属于平地起坟、封土堆形式，它和唐高祖李渊的是一样，不过呢，它跟李渊又有所区别。李渊的那个陵墓弄成封土堆，是基本上承袭秦汉的那种制度，而到了李世民呢，又把它修改了。因为当时修建陵墓的时候，那个大臣就是说，如果按照秦汉时期那种陵墓巨大的封土堆，很容易盗掘，另外呢又劳民伤财，于是就开始选择在山里面开凿洞穴，就防盗稍微好一点。说是这样说，但是唐王朝的陵墓基本上也被盗掘了。按照现在考证，武则天的没有被盗掘，他儿子李旦的乔陵没有盗掘。这2年呢，确定了李世民的陵墓也没有被盗掘，那其他的基本上就被盗了。今天我们来的这一座陵墓呢，也是一样被盗掘，而且呢，可能是被盗掘多次。这座陵墓的主人李轩，大家可能不太熟悉，他是唐朝末年的一位皇帝，不是末代皇帝都可以称得上是末代皇帝了。在他当皇帝的时候，爆发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农民起义——黄巢起义。从那之后，唐王朝就基本上不行了，在他死后没多久就灭亡了，从而可以说他跟末代皇帝其实差不多，因为之后的皇帝完全是没有权力的。李轩这个人呢，可以说是比较幸运，也比较悲惨。幸运的就是他是皇帝，而悲惨的就是唐王朝基本上在他手上彻底没戏了，所以他才郁郁寡欢，英年早逝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陵墓的一些布局以及石刻。我们从空中的画面看这座陵墓的形制，跟我们看唐王朝其他的陵墓形制基本上都是一样的，一脉相承，都是依照长安城来建造的。特别是在封土堆旁边呢，是有4道城门，并且呢还有城墙。我们等一下还能看到城墙的遗址，然后在外面也是有的，因为长安城分为外城、内城、皇城嘛，这里一样的。包括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华表附近呢，也有几个土堆，就我们经常说的阙台遗址。整体看这个陵墓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比我们之前看的唐王朝陵墓小了很多。你像武则天的也好，包括他儿子李旦、李显以及其他的一些帝王啊，修建陵墓
规模都比较大，而这一座陵墓呢却是非常小，从神道起点到封土堆也就大概300米的距离，这一块就是陵墓的起点了。华表在这一块，这边是东边，那远处那里有一个土堆，这就是以前留下来的遗址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从这里看，这个遗址规模还是挺大的。那么这里有一个阙台，那么当时这里应该有个门，这里等于是进入到陵墓里面了，明显的可以看到夯土的痕迹啊，那些就是夯土，看得比较明显一点点，因为跟旁边那些黄土是不一样的。在以前，这个阙台上面是有建筑的，你看，经过1000多年，这个上面长了草，还是比较少的，就证明夯土这些是真的有技术含量的。这是东边的华表，明显的看得出来不是太高啊，这个也是经过修缮的，下面是修缮的，中间这个是原版的，然后顶部也是重新修复了一下，估计以前是倒在这个泥土里面，上面那些雕刻纹路已经基本上看不到了。一个是经过时间比较久，另外一点呢是当时做工也比较粗糙，可能雕刻的比较少，没什么东西。这个高度看起来就大概是6米左右，比起乾陵、乔陵那些短了很多啊。你像那些基本上都达到11米，这里是没有啊。西边那个就相对来说保存的比较完整。最顶部那个珠子在明清的时候可以称之为火焰珠，而在唐朝的时候可不是啊，那是称之为蟠桃。整个顶部也是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的，因为李轩这个皇帝他是非常信奉佛教的。又看到那个乾陵了。乾陵这座陵墓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与众不同啊，我们之前也去过好几次。第一呢，就是中国唯一的2位皇帝躺在一个地宫里面，而且还是夫妻。另外一点呢，也是中国3座比较有代表性的帝王陵。有这样一种说法嘛，一座挖不动，一座不敢挖，一座找不到。而武则天、唐高宗李治这座陵墓呢，就是挖不动；秦始皇的是不敢挖，成吉思汗的是找不到。继续往前走，一路沿着这个神道上面的石刻过去，到了封土堆那里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皇帝的故事，以及了解一下地宫里面的情况。第二肯定是一马了，唐王朝的石刻排列都是一样的，不过看起来是非常小啊，也是被破坏的比较严重。现在看到的第3组也是马皮，这里呢就稍微有点不一样，能够看到马背上有一些铃铛，就有一些雕刻，但是总体来讲一样的，都是比较小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铃铛是看得比较清楚了，在后背上面。这边的石刻跟之前陵墓有点区别，就是少了鸵鸟。你像武则天的李旦、李显，包括李隆基，他们都有鸵鸟，而这一块已经没有了，就是华表跟马，过来就是石人了，并且呢，整体石像的数量也达不到。不知道是剩下这么多，还是原本就这么多。你看石人就是3对，后面就没有了。这里是一名武将，他这些宝剑也毁得差不多了，这一块的石像头部也都是没有了。这个石人看起来也是非常小啊，就算加起头部，估计也就是1.67米左右，是我至今看到唐代帝陵中石人最小的。这是另外一个石人，被破坏了，确实挺可惜的。在这边还看到狮子，也是破坏的比较严重。这个狮子原本是不在这里的，因为它是在城门那里，摆放就不一样。现在可能是统一放到神道上面来了。这前腿已经没有了，
嘴巴那里也被破坏了，应该是以前是在泥土里面的，现在把它重新弄出来了。它这个神道的宽度大概是60-70米吧，中规中矩。神道上面的石刻总体来讲的话，一个是比较少，另外呢是比较小，雕刻也比较粗糙。自从安史之乱之后，唐王朝的国力就一直没有恢复，可以说是每况愈下。从唐建宁开始，陵墓呢是越修越小，石刻呢也是越来越粗糙。因为修建这样大规模的陵墓，肯定是要财嘛，需要国力嘛。那当时唐王朝呢，宦官专政，军阀混战，军阀割据，那这样的话，国家是没有什么钱的，这就导致了修建东西也好，各方面都跟不上。那特别是在黄巢起义之后，唐王朝呢，基本上控制力已经完全没有了。经过这一番操作之后，那基本上已经无力回天了，彻底的没希望了，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。当时很多人也预见到唐王朝快了。一个王朝急剧衰落的话，肯定没有那么大的国力、财力、能力去建造巨大的帝王陵，只能说是草草了事。这就是我们看到它这座陵墓的石刻非常敷衍的原因。这些神道以及石像就看完了，继续往前走就能看到一个土堆，那个就是它的封土堆，地宫就是在里面。李轩这个人呢，我们得来介绍一下呀。唐僖宗李轩是唐朝的第19位皇帝，小时候呢也算是比较聪明，不过呢没有用在正途上面。他喜欢游乐，擅长马球，甚至可以这样说，什么好玩他就玩什么，而且都比较擅长。在公元873年，他12岁的时候当上皇帝。不过呢，他继续游玩，他把朝政交给了从小陪着他长大的一位太监。当时呢，这个太监把持朝政，政局呢日益混乱，最终呢引发了王献之黄巢起义。在当时起义发生之后，下面的州府呢却是相互隐瞒，使得朝廷呢不知道实情，各地拥兵的节度使为求自保，坐视观望，所以呢起义军就发展很快。在公元879年，黄巢呢就率军开始北伐，一路呢下江陵，直取中原。唐僖宗虽然对自己局势很紧张，但这个时候却没有停止，继续寻欢作乐。很快呢，到了880年，由于唐军的士气低落，黄巢起义军攻克了洛阳，12月轻易的拿下潼关，逼近长安。当时整个唐朝的朝廷束手无策，于是呢就准备西逃了。这个时候，唐僖宗就跟当时的唐玄宗一样，逃到了四川。不久之后，黄巢进长安，建国号大旗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各地的节度使为了利益也进行镇压黄巢，最终这个黄巢起义呢被镇压下去了。黄巢呢也是在山东泰安自杀身亡。经过黄巢起义军的打击，唐朝数百年的基业已经不复旧貌。那么其他的节度使呢就更是拥兵自重，唐王朝中央的威信已经彻底荡然无存。当时唐僖宗呢在四川躲避了4年的时间，到了公元885年，他重返长安，结果呢还没来得及稳定呢，又遇到了新的动荡。当时的太监和节度使呢又算是争夺打起来了，唐朝中央又失败了。于是这个时候，唐僖宗又逃到了陕西宝鸡。经过这样几番折腾，唐僖宗这个人呢有点郁郁寡欢，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祖宗，大唐江山交到他手上，最终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最终呢，在公元888年，唐僖宗呢回到了长安，结果1个月之后就去世了，享年27岁。葬在陕西的乾县和武则天的乾陵
遥相对应，一个是唐朝初年唐朝第3位皇帝的陵墓，一位是唐朝末年皇帝的，两者相差了差不多200年时间。不过呢，已经算是时过境迁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假如说李治或者武则天知道唐王朝在他手上出现这个样子，估计会差点跳起来骂这个皇帝，说你还有脸站在这里，站在我身边，赶快滚。当然这是开玩笑说啊，就是对这个人肯定是非常不满意的。唐晋陵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这块碑同样是当时的陕西巡抚毕沅写的，唐僖宗晋陵。毕沅对陕西的文物保护还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的，毕竟他在那些有名的陵墓都立了一块碑，就证明说我是属于当时的朝廷陕西政府管辖的保护的。这一座陵墓的封土堆不是太大，感觉甚至说比不上唐朝初年李世民那些陪葬墓的封土堆。这一座陵墓是唐代帝陵中唯一一座进行考古发掘的帝王陵，也是唐代帝陵中最后一座以堆土为陵形制建造的陵墓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考古呢对这座被盗掘的陵墓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，发现里面呢有墓道、甬道，还有墓室。整个墓室呢是坐北朝南，通过斜坡进去，这个跟我们唐朝看到的其他很相像。不过呢，它这个地宫里面全长44.7米，算是比较小了。像离这里不远的永泰公主墓以及懿德太子墓，他们的地宫长度都比这个长，并且这一座地宫里面只有一个墓室，你像永泰公主的墓室都有2个。从这里呢也看得出来，在那个时期确实是已经没有能力建造豪华的地宫了。最有意思的是，在当时考古的时候发现，当时放在地宫里面的棺藏竟然是乾陵陪葬墓的墓碑，是当时2位丞相的墓碑改造而成的。这也是第一次发现乾陵陪葬墓墓碑。从这里呢，其实也可以想象得出来，在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连棺床那么大的石头都没法搞定。一个可能就是说没有钱了，另外一个呢，确实是为了省事，就把墓碑弄过来。这一座陵墓在历史上是遭到多次盗掘，特别是5代十国相对来说是比较严重。当时呢，地宫都被打开了。后面到了北宋时期，赵匡胤为了保护唐朝的帝王陵，对于那些被盗的全部进行整理，并且进行回填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考古研究所对这座盗掘的陵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，也出土了一些侥幸残存的文物。刚刚我们说的墓碑是一种，里面呢还出现了玉器以及一些哀册，在那个上面呢有文字，确定了是皇帝与皇后的合葬墓，推断了这座陵墓的确是唐僖宗的晋陵。也出土了一些唐代的壁画，是唐武士图。我们都知道唐代的帝王陵地宫里面一定是有壁画的，这个武士图的出土是首次面世的唐代皇帝陵墓壁画，也是晚唐墓葬壁画的典型作品，也是迄今见到的唯一一座唐代皇帝陵悬宫壁画。唐朝陵墓可以看到地宫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你像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以及她的妃子，这2座地宫可以看到。还有就是武则天乾陵的陪葬墓，有她的儿子、她的孙子和孙女。还有呢，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座皇帝陵，以及呢唐惠陵。通过这些陵墓的对比，我们也可以发现唐王朝的一个变化。在初年国力强大的时候，陵墓修建的规模大，石刻精美，地宫建设的是富丽堂皇。而到了晚年，石刻小，雕刻技术流于城市，缺乏内在底蕴，没有生机和创意。地宫呢也是
比较敷衍，草草了事，同时也比较小，是唐朝社会走向终点的一个写照。在唐僖宗去世大概19年之后，唐王朝就被灭了，是被唐僖宗亲手封赏的一个朱温节度使取代了唐朝，他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这就是唐僖宗的晋陵以及唐僖宗的故事。一开始也说了，唐僖宗这个人是幸运的，也是悲惨的。他如果是生在普通的大户人家，或者是李唐的那些宗室、王公大臣里面，可能还好一点。结果是让一个只会游玩的人去当皇帝，那也是一个帝国的悲哀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